在一个暴雨的夜晚，一个医院里的护士医生们围在一起看一款运转乾坤的节目。大师雷刚正在讲解普通鬼和厉鬼的区别。普通鬼一般身穿白色衣服，他们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一头长发飘飘、身着红衣、后脚跟不着地，还有着黑色指甲的厉鬼。刚刚了解到这些知识的医生，出门左拐就撞见了一个和雷大师说的一毛一样的姑娘。不过这人并不是鬼，而是医生关心的女朋友美美。刚才这一切都是这部影片增加了一些惊悚的感觉而已。关心刚给女主角知信的妈妈看完病，关心人很好，好到什么程度呢？他女朋友美美蛮横不讲道理，对关心那是无所不用其极。关心的所有同事们都劝他赶紧散了吧。由此可见，美美是多么的讨人厌了。但是关心却认为找个女人实在太难了。这天晚上是美美母亲生日，关心不但要故意输钱给他们，还要承受来宾们的各种嘲讽，花了1万多块买的黄金寿桃，还被未来丈母娘各种嫌弃。好在关心终于忍无可忍，甩了美美。作为关心唯一的好朋友，老张一直开导安慰关心。可是在路上，他们却看到天台上有人自杀，两人来不及阻止，摔下的姑娘正是前面和关心有过一面之缘的知信。这种程度的摔伤，只有赶紧送去医院抢救。知信的血型很罕见，是什么负 O 型，医院没有。巧的是，关心也是这种血型。为了救知信，关心大方出血。给知信做手术的是其他医生。关心请了1个月长假，他奶奶刚走，关心要把奶奶的骨灰带回来。陪伴1个月以后，关心带着奶奶的骨灰回来了。但是抱着骨灰的关心刚进家门，好友老张躺在浴缸不省人事，刚好又出现一个衣衫不整的女人。被这么一下，关心手中的骨灰掉在地上，摔了个稀碎。无奈他只得给奶奶的骨灰用拖把拖起来，放在烤箱烘干，摆上长桌，道了一声歉。老张带女朋友离开后，又有人登门拜访。来人正是1个月前被关心和老张送去医院的知信。知信此行是来谢谢关心的出手相救之恩。知信对关心非常有好感，毕竟如今这么善良的男人真的不多。而刚失恋的关心对长相甜美的知信又能有多少抵抗力？外出散步时，2个热情的老外还给他们拍了几张照片，说以后会给关心寄过来。没过几天，知信邀请关心来他家做客。那被关心甩掉的前女友美美，失去后才知道这个男人是多么的好。他不甘心，一路尾随来到知信家里。期间，关心和知信的哥哥聊天，聊的那是非常有意思，充分让哥们儿认识到了何为尬聊。知信有1个哥哥，1个弟弟，加上母亲，一家4口人，他们都非常热情，准备的晚饭也很丰盛。这是在关心的眼里。可是，在后面尾随而来的美美眼里，这里遍布蛛网，房间里更是阴气森森。不远处的关心正坐在那里吃空气，他想喊醒关心，可是面前像是有一堵无形的墙。这就很显然了，知信他们一家都不是活人。为了不让美美耽误知信2人的好事儿，他们现出真身，给美美吓得魂飞魄散。美美跑去医院告诉老张，关心撞鬼了。可老张他们早就看他不顺眼了，当即给美美绑在床上。奇怪的是，这货开始口吐白沫，像是在承受什么莫大痛苦一般。原来知信的哥哥弟弟们全都压在美美的身上，看来这就是传说中的鬼压床了。没人打扰的知信和关心一人一鬼，感情越来越好。但是知信一家并没有要放过美美的意思。这天，知信大哥附在美美身上，一直狂吃海喝，要惩罚美美。哪怕关心和老张赶来以后，也不愿放过他。关心无奈，只得花高价请来大师雷刚。可这雷刚理论知识很丰富，至于实践能力，只能呵呵了。好在3只鬼看在关心的面子上，并没有太过为难他们。然而，那没什么真本事的雷刚，经历了这件他无法解决灵异事件后，还不放弃。又跑来关心家里布阵贴符。与此同时，老外之前给关心、知信2人拍的照片寄过来了，可照片上却只有关心1人。就算这样，关心仍不相信知信是鬼。老张甚至从医院里拿出知信的死亡报告，他还是不信。雷刚给了关心1瓶牛眼泪，让他去知信家的时候抹在眼皮上，如此一来就知道真相了。这天晚上，在知信家打麻将的关心想起雷刚给自己的牛眼泪，偷偷跑去厕所抹在眼皮上一看，他果然在一间破破烂烂的房子里。
刚才干干净净的麻将桌上全是虫，除了知信没出现以外，他的兄弟、母亲全都是一副死人样子。满头大汗的关心今晚赢了不少钱，知信的哥哥当然不会赖账，当即递给他一大把冥币。知道真相的关心哪里还敢多留，赶紧撒丫子封紧扯活。知信已经知道关心知道了真相，并没有多做挽留。回到家后的关心想来想去，还是觉得自己适合找个女鬼做老婆。刚好知信一家也来了，他们之所以不怕那雷刚大师贴的黄符，是因为全都被他给画错了。知信这次来是把真相告诉了关心。知信的老板启天生一直做着非法的军火生意，这些交易被知信发现后，想要举报老板，可启天生耳目众多，知信一家都是被他害死的，知信本人更是被他们从楼上扔下。可知信他们一家就算变成鬼，也拿启天生没有办法。而且启天生知道知信一家变成鬼以后，更是从泰国请来一个神婆。这神婆没什么本事，有本事的是他手中的神像塔尔巴。论打架，关心他们不是启天生对手，唯一能拿得出手的知信四鬼又被神婆手中的神像死死克制，眼看知信他们一家就要魂飞魄散。当初错把活人当女鬼的医生及时出手，一棒子给神像砸了个稀碎。没了神像的克制，启天生还不是被知信他们玩弄于股掌之间。最终启天生被知信变出的幻象自己从天台上摔下，知信一家大仇得报去投胎了，只是苦了关心这个痴情的人儿。但是在电影最后，同样是一个雨夜，一个和知信长得一毛一样的姑娘来医院看病。关心一看顿时大喜，看电影名感觉挺恐怖的，其实这又是一部喜剧片，片名《夜半无人失语时》。